大家好，再来，我们要跟各位谈的是准据法的这个决定啊。上一节我们谈完管辖，法院有管辖权以后，再来要选择一个准据法适用在当事人之间实体的法律关系上面。在我们这个单元，当事人之间实体的法律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收养关系。这个收养关系要不要让它决定？我们再来看一个台湾高等法院82年度加抗字第4号的裁定。这个裁定呢，它的事实的部分是我国籍的男子与印尼籍的女子结婚，他想要收养这个印尼籍太太的小孩，但是我国的法院以我国籍的男子年龄已经超过45岁，违反印尼法所要求的收养人不得年于45岁，而且印尼籍的养子已经超过5岁，违反印尼法养子必须未满5岁的规定为理由，不认可收养。这边我们必须要提出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我国籍的收养人养父的年龄必须要去适用印尼法呢？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在这个案例当时第18条对于收养的成立规定：一、各该收养者被收养者之本国法。这种立法在立法的技术上面称为分别适用，或说分配性的适用，也就是养父只要适用他的本国法，养子女只要适用他的本国法。所以这个按照这种分配性的适用的立法，我国籍的男子只要符合我国的民法上面关于你可不可以当人家的养父母的这个规定，可以的话，他就可以当人家养父母，他是不需要再去适用印尼法的。可是我们台湾高等法院的这一个案例，显然它在解释上是采累积性的适用。什么叫做累积性的适用？也就是我国籍的男子，他除了必须要符合我国民法上面可不可以作为人家的养父的规定以外，他还必须要去符合印尼法的规定。那这个同样的，印尼的这个养子，他必须要符合印尼法的规定跟我国的规定，这个是我们法院的解释。好，那虽然在这个案例呢，因为这个印尼的这个养子他已经超过5岁，所以呢，就结论上这一个收养恐怕还是没有办法成立的。但是就养父的这个部分的这个解释，是否有必要再去适用印尼法的规定，这个恐怕不无检讨的这个余地。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立法跟条文的解释。在旧法第18条规定，收养人的成立及终止，一、各该收养者、被收养者之本国法，这个是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呢，收养的效力，一、收养者的本国法。修正以后，新的条文第54条第一项，它实际上呢是完全承袭旧法第18条第一项的规定，只是在第二项将修正前的条文收养之效力增加为收养及其终止之效力，并没有实质上的变动。所以换句话说，刚刚也跟各位说明过了，我们现在所检讨的案例虽然多半是旧条文的案例，但是因为旧条文跟新条文它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对于旧条文的案例的检讨，对于新条文一样是妥当的。
那这个条文在新旧修法并没有实质上面的变动的这个情形，我们来看一下学说对于这个条文的解释。这个学说呢，并没有不同的见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国际司法的这个学说，不管是教科书，或者是学者个别的期刊论文，针对这个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18条乃至于第54条的解释跟适用是没有不同见解的。也就是国际司法的学者他的通说认为，不管是旧法第18条或者是新法的第54条，在立法原意上面是采分别适用、分配性的适用，也就是收养者依照收养者的本国法，养父母我只要符合我本国法，说我可以去当人家的养父母，这样子就 OK。被收养者也就是养子女，依照被收养者的本国法，也就是养子女他只要符合养子女他自己的本国法，他可以被这个收养到外国的话，那这个收养就可以成立。彼此呢不用再去交叉的适用，也就是养父母不需要再去适用养子女的本国法，养子女不需要再去适用养父母的本国法，这个是没有必要的。这个在学说的见解呢，这个是没有争议的。那但是我们的法院的实务案例上，它在解释法条似乎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的法院呢，从第一个单元到刚刚看到的台湾高本院的解释，再来我们再另外再举一个台中高分院96年度非抗字第370号的裁定。他这边说，前接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18条第1项之规定，本件收养之成立与否，应依各该收养人即被收养人之本国法，以及应依我国民法亲属篇关于收养之规定与尼泊尔关于收养之相关的法律规定为断。这个案例一样是一个不准许收养成立的案例，所以从我们的这个实务案例来看，我国法院的涉外收养的裁判实务多半是采取累积性的适用。那这种累积性的适用，显然的，第一个，它跟立法原意是相违背的，它使得这种累积性的适用，使得法院的实务案例在具体适用涉外收养的个案上面，让它更复杂化。记不记得我们在之前跟各位所说明的国际公约上面的最高指导原则，跨国收养让它容易化是最高指导原则，让它趋于复杂不容易成立，并不是这个跨国收养制度的法律精神跟价值之所在。所以这一种累积性的适用，就是让养父母跟养子女之间的法律关系必须要交叉适用彼此对方的本国法，这个使得立法原意你只要适用你自己的本国法就好，这个比较起来是让它复杂化而更不容易成立。我想这个部分是违反跨国收养的原理原则的。那我们的这个旧法第18条的规定，它在立法史上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继受日本1989年之前的旧国际司法。
1989年之前，日本的旧国际司法关于跨国收养的这个规定，跟我国的规定是一模一样。那依照我国前辈学者的考据，这个我国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18条是继受日本1989年的旧条文的规定而来。那日本在1989年就把这一种分配性的立法给全面的删除，改为跨国收养原则上就是适用收养人，也就是养父母的住所帝国的法律。为什么日本在1989年就要改掉这种立法呢？因为日本他发现这一种分配性的规定到了法院的裁判实务上面，法院常常会误解或者误用，把分配性的收养误用为累积性的适用。也就是过去在1989年之前，在日本的涉外法院的裁判实务所发生的情形，跟现在我国的法院裁判实务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把当时日本的法院把日本的国际司法上面的规定，关于跨国收养的规定，立法原意是采分配性的适用，但是日本的法院却把它解为累积性的适用，而使得日本的法院实务上面跨国收养非常不容易成立。有鉴于此，在1989年，日本国际司法在这个修法的时候，针对涉外的这种身份的法律关系、涉外家事的法律关系展开全面性的修法的时候，就把这种跨国收养的分配性的立法全部给改掉了，改成就是依照养父母的这个住所帝国的这个法律。针对这个部分的经纬，蔡老师在政大法学评论上面的文章，国际司法上面的收养有详细的说明。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部分的考据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去查阅这个蔡老师在政大法学评论上面有一篇文章叫《国际司法之收养》，针对日本法的这个修法的经纬有详细的记载。所以回过头来讲，日本它在1989年就已经把这种分配性的这个立法给改掉了。我们的旧法第18条不但继受日本1989年之前的旧法，到了民国100年，我们也修法了，新法变成54条。可怕的是，新法54条并没有修正，还沿用这个旧法第18条的规定。可以想见的是，那这个我们的实务案例还在沿用这个法务部的旧的解释，这个会不会影响到再来21世纪我国跨国收养的裁判实务呢？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这个地方。以上的说明针对于这个新法、旧法，还有我国法院的裁判实务，以及这个我们的旧法原来是继受自日本法的这个说明如上，谢谢各位。